说起手游，或者说中国游戏，有一个游戏那是无法避开的，它拥有了中国最多的玩家，在商业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，同时又饱受争议，它就是王者荣耀。截至2017年5月，王者荣耀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2亿，日活跃用户超过5000万，它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游戏，成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游戏。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手游神话以及它的缔造者。这个声音在大街上、饭馆、公交车、地铁，甚至厕所里，相信大家都能听到。不得不说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硬件的普及，让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拿出手机开一局。这个 TiMi， 也就是天美，全称天美工作室群，出品过许多爆款，王者荣耀便是爆款中的爆款。相信很多玩家都有一种错觉，王者荣耀仿佛一推出就是一款很火爆的游戏，腾讯真舍得砸钱做广告、做市场等等。然而真相并非如此，王者的发展也是经历了许多曲折，才最终走向巅峰。最开始，它也只是一个青铜选手而已。那我们就先从王者荣耀说起，来聊一聊天美在制作这款游戏时到底都经历了什么。2015年年底，王者荣耀手册，这可能也是只有少部分人才知道的时间，更多人应该是在16年的下半年才开始接触到这款游戏，但实际上它的发展时间有6年。王者最早应该追溯到2012年，当时一款叫霸三国 Online 的 MOBA 端游就开始启动，后来的王者研发团队的大部分主力是出自于这个项目组。15年6月，天美研发了自己的第一款 MOBA 手游英雄战绩，也就是王者的前身，不过上线成绩平平。于是天美用了2个月的时间，经历了更名、品牌更新、修改游戏内核、简化游戏过程之后，王者荣耀才正式登上舞台。在王者荣耀刚刚内测的时候，连续登录7天就可以领取一个英雄女武神艾琳，并且还送皮肤。这个英雄呢，通俗点说就是女版后羿，现在已经绝版了。一个拥有艾琳的号，就好比限量版的耐克鞋，已经是收藏级别的细品，可以说是有市无价。如果你以为英雄战绩改了玩法、换了名字就能华丽转身登上人生巅峰的话，那真的是too young too simple了。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？况且前面只有风，这雨才刚刚下呢。刚刚改版上线的王者荣耀却仍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，即使有登录送英雄这种福利，但王者荣耀此时还是一位白银选手。MOBA 对局时长与手游碎片化时间的矛盾，游戏竞技性、操作性的质疑等等，让这位白银选手晋级之路没那么顺利。众所周知 ，MOBA 游戏的对局时长通常在20分钟以上，而当时的手游市场发展主要依赖于抢占玩家碎片化时间，这类需要长时间操作对局的手游普遍得不到认可，也因此无论是玩家还是业内对王者都存在观望态度。为此，王者荣耀简化了地图补兵机制，不断优化内置按键模式，并推出了一键推荐技能、出装等功能。这些改动所带来的极快的游戏节奏，放大了团战、gank等传统的 MOBA 体验，让玩家更愿意接受王者荣耀。在长时间优化及坚持下，王者荣耀以此改变了市场对 MOBA 手游的刻板认知。但光改变市场认知并不能解决问题啊 ！MOBA 的核心在于竞技性，当时市面上的大多数产品都在竞技性上栽了跟头，但王者就是较真，卯着劲开始搞优化做变革。在接下来的不断优化更新中，王者荣耀的操作模式进行了大量优化，如攻击方式、技能取消模式的选择和英雄头像锁定等功能。这些优化让手机端的精细化操作成为可能，让玩家有操作空间。同时，王者荣耀的排位赛征召模式由原来铂金3以上改为钻石3以上开启，推出了新迷雾地图，并开启了5人排位模式。这3个改动从竞技水平门槛、玩法升级、团队竞技3个方面提升它的竞技性，充分完善了王者荣耀的 MOBA 玩法。在那段平淡期的时间里，王者荣耀的地图、数值、英雄、排位等体系都在不停地进行外网测试和修改，这些都属于常规操作，毕竟越打磨才会越好。举个例子，早期的排位体系为连胜几盘就加1星，后来改为连胜几盘送一定数量的积分，积分再去换算星级，将排位的层次感和玩家之间的能力距离感明确化，这是不断完善的过程。直到2016年下半年，随着游戏的不断优化、市场长期运营的影响，王者荣耀职业联赛的启动以及平台主播逐渐涌入，这几股合力终于让王者守得云开见月明，人气逐步攀升，并在随之而来的2017年里，在 App Store 中几乎实现全年霸榜。从立项到登顶，这位青铜选手走过了500多个日夜。可能观众老爷会认为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天时地利人和吗？运气好，确实有一丢丢的运气成分，但 UP 主始终认为，一切不以产品内核及玩家体验为目的的研发都是耍流氓。在这一点上，研发团队还算是一个老实人。据说他们会经常潜入到贴吧和玩家群里，接受神圣的洗礼，打不还口，骂不还手，然后第2天跑回公司，根据玩家的正面吐槽进行不断调优，快速迭代。就这样，在3天一小改、5天一大改的状态下，以及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把握，最终才获得了玩家和市场的肯定。这就是一个青铜到王者的产品故事。虽然王者现在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，譬如新皮肤、新英雄的穿模等问题，但不可否认，它确实是一款优秀且成功的产品。话说回来，不光王者，其实天美的很多
游戏一开始推出也都并不被看好，却在不断探索打磨下，逐步获得了玩家的肯定。譬如秋秋飞车端游刚面世时，并不算火爆的游戏，因为市面上的竞速品类已经有了不少现象级的产品。当时 UP 主本人也和很多玩家一样表示不屑，但秋飞项目组经过大规模调研，发现很多用户除了竞速的比赛体验以外，都希望能体验到更丰富、更多样、更差异化的模式和内容。于是秋秋飞车在传统经典的单机竞速玩法外，提供了更加漂亮时尚的角色形象，加入了丰富的社交体验内容，以及当下流行歌曲作为游戏歌单，以满足用户的多元需求。比如加入休闲区设计，玩家可以在休闲区进行玩家间的社交，包括小游戏等功能；加入舞蹈系统，在玩家竞速累了以后，可以和朋友在舞蹈频道中进行体验。通过对国内玩家群体的理解以及产品社交功能的敏锐度，使得秋秋飞车逐渐与其他竞速游戏形成差异化区隔，在当年一堆强力代理网游中慢慢脱颖而出，完成逆袭。虽然 UP 主本人最后也还是没有入坑，但身边玩 QQ 飞车的朋友们确实是逐渐多了起来。除了王者和 QQ 飞车外，说起天美，还有一款耳熟能详的产品，那就是天天爱消除。消除类游戏相对是一个很难做的游戏品类，因为玩法已经面世数十年，在其中能挖掘的新创意已经被开发的差不多了。但不得不说，天美确实是个狠人。从能找到的资料里发现，天美不仅狠，还很犟。在天天爱消除中，光消除物就做了50多版，背景音乐也做了约10个版本。就连当时打造背景音乐的负责人都忍不住说，从来没看到一个游戏团队对音乐这么较真，确实太累了，但也获得了成就感。甚至连当时 Teamy 的 logo 都做了近100种设计，这种对于设计的偏执精神还是值得点一个赞的。就这种精益求精的追求，让天天爱消除成为了国产最佳消除游戏之一。可能也正是因为犟，或者说这种较真的精神吧，才慢慢让这些上线不受待见的产品逐渐有了起色，游戏也成为了各品类里的代表之一。对于天美 UP 主本人觉得做的还行，但有时候也会跟很多玩家一样，对产品的一些更新改动上表示不解但吐槽归吐槽，该认可的呢，我也不会吝啬。到了今天，天美已经走过了10年的时光，在这10年的时间里，天美成为了游戏行业中幸运的一份子，跨越了端游、手游的火爆阶段，不断输出自己的设计思路和理念。在 FPS 端游领域，立志做有差异化 FPS 的天美，运用当时最好的虚幻3引擎，推出了逆战，而同名主题曲逆战也是红遍了大街小巷。在休闲领域，除了天天爱消除，天天酷跑也是一大经典，坚持老少皆宜、男女通吃的路线，并在上线1个月后成为中国首款月入破亿的手游，也是成为了大多数玩家当时美好的回忆。在特类游戏领域，为了了解 SLG 品类的设计原理、架构和用户心理，乱世王者策划的手机里安装了80多款同类游戏，深入体验5到6个项目，并前后邀约了10多名 SLG 游戏的设计者取经。再经过长时间的打磨，才在 SLG 手游市场中脱颖而出。在游戏移植方面， CF 手游、秋秋飞车手游用了几年的时间尝试手游体验优化，成功将端游体验带到手游，做出即使在手机也能体验到端游品质的优秀作品，游戏火爆至今。每当提起天美工作室，大家对它的印象可能是最暴发户，背靠腾讯席卷市场。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，成功的原因总是惊人的相似，失败的原因却各有不同。如果单纯靠有钱就能成功的话，那国内的游戏工作室应该都过得不会太差。所以无论是天美还是其他工作室，他们的成功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没有谁生来就是王者。天美也有过失败的经历，同时也在游戏的路上不断反思和调整。在视频最后，我想说，国内不缺好的工作室，也不缺优秀的制作人。虽然市场越来越浮躁，但能够沉下心来打磨产品的，最终肯定能获得玩家的青睐。作为玩家的我们，也希望能玩到越来越多属于国人创作的优秀作品。我也相信3年5年后，我们的作品能享誉全球，就像埃及夺冠一般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咱们下期再见。极点工作室，每一个极致的创意都值得被点亮。